好久没回到这种熟悉的地方了。这么害怕，又何必要跟来？人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恐惧。啊！那是裹尸体的草席，你们小心点，别破坏尸体。 小心，你那边先落。多谢大人。启禀大人，死者伤口的位置和深浅，和卷宗记录灯灰案的尸体一模一样。 应该是同一手法所为，可还能查出什么别的线索？大人，以我的经验，尸体腐烂的那么严重，大概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。你的经验？大人，祖师爷教导我说，验尸是需要时间的。把尸体运回去，给陈武做尸检。是大人，把尸体带走。是。 大人，我知道刚刚你那样做是让他们别嫌弃我，多谢。你顾全大局保护尸体，他们嫌弃你，是他们不对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只要我不嫌弃自己就好啦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 我说错了？以前的你，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人是会变的嘛。再说了，大人你也说了，境随心转嘛。可是一个人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真的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吗？怎么了？ 没事儿，雨停了，我给马卸一下桌子。哎，雨停了，我们下去走走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先苦后甜果，可不是人人都有口腹享用的。尝尝。你先等等。没骗你吧？确实不错。彩虹。
大人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好像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看看风景了。今天这菜真好吃啊！回来了。啊，坐这儿。来吃。谢谢。刚回来？刚回来。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哦，刚路过一片果林，公子和小姐摘了一些果子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公子和小姐去摘果子啦？摘个果子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不懂，你想想，之前他们俩那个关系，那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都难的。后来呢，虽然缓和了一点，却也只是就事论事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那这表面上看呢，是你家公子陪着我家小姐去摘果子，但实际上是我家小姐长久以来的耕耘灌溉，在你家公子的心里开花结果了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今日上官小姐为了保护尸体立下功劳，公子怕她饿坏了，就关心了一下，体恤下属而已。更何况是我要卸马梭子才停的车，并非公子本意。你别吃了，还我！我是说，所有的你都别吃了，给我！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虽然你生前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你不该死得不明不白。今天我来帮你，你也得帮帮我，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。伤口与灯会记载一致。奇怪，若是猛兽的咬合，附近骨头一定会有细微的伤痕；若是被尖锐的利器刺入，在颈骨之处应有刺伤，怎么会没有痕迹呢？若非猛兽咬合，普通的刀枪剑戟也不可能有这样奇特的伤痕，除非……陈三，陈三，陈三，你这三脚猫的本领如何做我门徒？谁说话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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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祖师爷，原来是祖师爷在跟我说话。祖师爷莫怪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有眼无珠。
皮肉有伤，骨无痕。不是恶教，乃恶人。若想寻迹查真凶，一行凶器便为真。谢谢祖师爷爷，谢谢祖师爷爷，谢谢祖师爷爷。等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启禀大人，小人昨夜夜里想着大人的嘱托，是左思右想，夜不能寐啊。后来小人把平生所学悉数试了一遍，虽然弄到了深更半夜，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可真会，终于让我找到问题所在。说重点。是，这个死者的这个伤口是在皮肉上，但是骨头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。以小的所见的话，造成这种情况，想必是一种异形兵刃。异形兵刃，你具体说说。祖师爷没说呀，真是一点儿脑子都不动啊！陈仵作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如果这个凶器的顶端有3根尖刺，两细一粗，两长一短，只要长度能刺破皮肉，但不伤及骨头，那就可以造成灯会死者的伤口模样，是吧，陈仵作？回大人的话，小的平时不习武，所以对上官小姐说的这种，小的无法确认。上官芷，既然你想清楚了，不妨画出来。那我试试啊。上官小姐，你这兵器能不能杀人不知道，用来烤肉应该不错。再消会儿。上官芷，接着说该怎么用。好。这种兵器呢，可能会用作2种用法。如果它正常发力的话，就可以当做寻常的剑使用；但是如果使用巧力，用顶端这3根尖刺，那就可以造成现在的伤口。这3根尖刺，短的可以起到辅助作用，长的可以致命。刺入天突穴的就是这2根长的。上面有锋利的剑棱，所以伤口平整；下面有托，只能刺入2寸。因为刺入不深，所以伤不到骨头。那凶手用这么复杂的东西杀人，有什么必要呢？一个闺阁大小姐，怕是连兵刃都没见过，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。想法是对是错，跟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想驳斥，就拿出更好的推理来。大人，我们是见识浅薄，可是上官小姐这也只是推测，也无法证明就证明是真的呀。这对查案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没见过，那就去找可能见过的人。上官芷，拿着你的画跟我去验证一下。验证？哎，大人，等等我。大人还真信了。这里关着的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，他们中或许有见多识广之辈。大人，你真信我？穷尽所有可能，剩下的那种，哪怕是天方怪谈，也是真相。县衙查案，提供线索者将功补过，
减轻刑罚。哎，怎么减轻啊？提供此异行兵刃线索者，重罪轻罚，轻罪释放。哎，这好事不赖啊！没见过，没有见过，没有见过，没见过。血剑，你见过？血剑见血封后，剑者无不丧命。我也只是侥幸，才活了下来。究竟怎么回事？15年前，我与几个兄弟盘踞在南边的山上，靠打劫为生，也算小有名气。有一天，我们刚劫持了一个商队，来到城里喝酒庆祝，却不想遇见了一位杀手。一剑驱邪，以邪养剑。以前只是个传说，但那夜我亲眼所见，那人仿佛黑夜里夺取他人性命的无常。那一幕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。我知道是谁。曾经的河阳第一杀手，现在的积善堂堂主顾雍。大人，既然已经查到顾雍，可有发现什么疑点吗？顾雍的吃穿用度十分讲究，每季都会派人去外地大肆采买，这是账本，你看看。这你都拿到啦？嗯。玛瑙、珠玉、仕驴房的鞋子、秀云楼的衣服，好家伙，这规格堪比帝王。一个表面上那么市侩的笑面虎，背地里却做着杀人的生意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。他为什么每样东西都买2件啊？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。按理来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连那种杀人的生意都差一点摆到台面上了，他没有理由要装成恶交杀人，故弄玄虚吧？即便有人要杀强树，也不用雇佣动手吧？看来，得去会一会他。启禀少主，属下查到前日有一木匠失踪，至今音信全无。少主，属下带人把县里所有的圣物购买记录成册了，其中有一个买家甚是奇怪，指明了要肋骨跟腿骨，而且啊，只要牛马的。什么人啊？积善堂。少主，积善堂与我们纠葛颇多，若追查此事，恐怕4大宗族都会牵扯进来。少主三思。积善堂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鬼，你竟然让我忍气吞声！我倒要看看顾雍这个老小子究竟要干什么。大人，我跟您一起去查访积善堂吧，这样咱们还有个照应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为什么？你怕我用会有危险啊？我说有危险，难道你就不去了吗？我怕你还有别的差事，需要你走一趟。什么差事啊？哎，刘捕快，潘大人说你这边有线索，让我跟进一下，是什么线索啊？
之前大人问过我令牌失窃的事儿，让我找到当年负责此事的孙捕头。今天总算找到了。那太好了，走吧。走。雅克居。孙捕头。刘捕快。这位就是县衙的前任捕头孙芳，这位是上官小姐。哦，上官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是想问问，可还记得当年灯会案的证物，那个带有水波纹的令牌，你可还记得？唉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啊！要不是当时丢了那一块令牌，县衙怎么会把我辞退？我又怎么会变成今天的跑堂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详细说说。唉。当时阿胶的传闻闹得人心惶惶，四大宗族也给出了压力，让县衙如期破案，并且给一个交代。我们是没日没夜的查呀，唯一的线索就是这嫌犯掉落在案发现场的一块水波纹令牌。我知道此物重要，一直非常的小心，县衙内外也都加强了戒备。但没想到有天晚上有人来偷令牌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当即便跟他交起了手。唉，奈何技不如人呐，武功不敌他，被他逃走了。那你还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？我记得他当时黑衣蒙面，仅能从他的眉眼和气力判断，他是个年轻男子，而且个子不高。不惜冒险也要偷回令牌，应是真凶所为。年轻男子，不是雇佣，难道是雇佣的手下？卓少主也查到积善堂了。潘大人速度倒也挺快。听闻银雨楼和积善堂是河阳最早的两大势力，想必你们私下交情很深吧？想套我话？卓少主多虑了，不过是随便问问。潘大人，请吧。好。失踪人口付银寻人，寻老人者半银，童子1人1银，成年女子1人3银，成年男子1人10银，会武功者100银，有官位者500银。打着寻人的幌子，实为买凶的集市。我也从未进来过，想不到这里面竟是这般光景。等此案了结，我定要查抄积善堂。你银雨楼作为4大宗族之首，到时别横加阻挠啊！你若真有本事，我银雨楼不会插手，绝无二话。两位客官有何需求啊？我想跟你们顾堂主谈一笔大生意。啊，我也有笔大买卖，要找你们顾堂主。好说好说，500两以上的买卖都是我们堂主亲自接待。哟，500两就能见你们顾堂主啊？你们顾堂主毫无架子吗？我们堂主的座右铭就是有钱不赚非君子。我刚听闻，官员之价是500两。正是。那好，我要寻一官员。姓甚名谁？何处为官？河阳县令，姓潘，名月。嘿，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失礼，失礼，失礼，失礼。哟，我看这2位这么眼熟啊。你们？那说明啊，适合做生意。
也对，也对。二位确定是要潘大人的命？是。哎呦，潘大人可贵呀，一口价500两。不问原因。哎，取人性命，无需缘由。500两。哟，直接给金子呀，也好也好啊。也好也好。我听说济善堂不仅能帮助主顾杀人，还能按照主顾的心意，用任何方式杀人。那是当然，本堂宗旨：杀人取命，消仇除怨，力促天下太平。方式方法呢，刀具斧钺，火烧水淹，抠心挖甘蔗都行。啊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就是这些花活呢，得加钱。好，那就再加500两。要花活，好好好好好。来，哎呀，对不住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请问想用什么花活呢？能不能让这个潘大人像灯会上的死者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血溅之下呢？哎呀，谁在那儿胡说八道呀？这个血溅跟灯会案哪有关系？老夫封建多年，这些活呢都是弟子干的，我都不会实践了。你是赝品，自然不会。让真正的雇佣出来说话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二位要是不做生意，那我告辞了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河阳第一杀手，一点杀手的警觉都没有。而且他的脚很大，走路却很怪异。我原本以为他有脚疾，可后来无意间，在济善堂外出采买的账本里发现，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，都一样买了2份，这便让我起了疑心。说吧，真正的雇佣在哪儿？来人！敢在济善堂撒野，我看看自己长了几个脑袋！拿下！潘大人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卓少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潘大人、卓少主，堂主请2位里面说话。顾堂主，久仰了。卓少主，潘大人，终于见面了。所以你这些年，就是拿一个赝品来打发我。顾堂主，你未免太不把我银雨楼放在眼里了吧？我每杀一个人，就至少多一个向我寻仇的仇家，所以这些年，我不是应付你，是每一个傀儡说的话，都是我要说的话。所以你的这些替身，应该都没学过血溅吧？血溅乃我顾家不传之秘。
二位来此，我知道什么目的。灯会案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能看看薛剑吗？你确定要看血溅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。来人，把血溅拿来。修习血溅之人，需要对人体血脉非常熟悉。一旦剑尖刺破血脉，大量血液会涌入气管，人会窒息而亡。四大宗族都曾关注灯会一案，为何你之前一个字都不说？与我无关之事，我说什么？所以，当你知道我要重开旧案，便伪造恶蛟闹妖，误导县衙。什么灯会啊，恶蛟啊，通通都与我无关。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是这个要信吧？你的手，10几年前，我被仇家挑了手筋，我就封建了。灯会案发生之后，我也怀疑会有人栽赃于我。我去查看过尸体，伤口是右手所为。我看到尸体的伤口是在天突穴偏左，而且刺入的方向也是从左至右，所以我就猜凶手应该是右手持剑。那顾家还有其他人会血溅吗？独子顾山会，令公子5年前病亡了，此事少主知道吧？确实有所听说。好了，看在卓老当家的份上，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很多了。是我们唐突了，顾堂主，告辞。站住！少主可以走，潘大人，你得留下。祭善堂规矩，收钱绝命。真是你要杀他？我反悔了，想暂且留他一命。晚了，血溅一出，必送人命。你再不躲开，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顾堂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卓少主毫无准备就敢来硬闯积善堂吧？您若是再不住手，恐怕下一步就是银雨楼大举进攻积善堂了。你会因为一个外人跟我撕破脸皮吗？顾堂主应该也听说过吧？我是为了一名女子所做的这些。这名女子将来可是要做银雨楼少夫人，你说她是外人还是内人？无稽之谈！顾堂主若是今日非要杀她，先死的必然是我。银两不退，自便吧。告辞。多谢卓少主出手相助啊！有没有看出些什么？
说辞无懈可击，定是早就准备好。顾雍是凶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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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雍是凶手！夫人，放过他！你怎么又乱跑呀？夫人，人家吃药了。顾雍是凶手！夫人，快走吧，夫人。顾雍是凶手！顾夫人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自从少爷亡故之后，夫人便神志不清，整天的说胡话。卓少主，不用理会。啊，请。潘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公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今天可不是我上赶着，是我们潘大人求着我过来帮忙一起分析案情的。卓少主热心查案，免费劳力，不用岂不浪费？行了，那个不打哑谜了，说点我们能听懂的。如此说来，血溅符合灯会案大部分特征，那个蓝紫色伤口又怎么解释啊？尚未可知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顾雍的右手已废，而凶手用的正是右手，所以顾雍的嫌疑算是排除了。我不太明白，这顾雍本可以不用全盘托出的，难道不是卖你卓少主一个面子啊？你觉得他像是在乎我面子的人吗？还有一种可能，顾雍看似坦白，其实是为了转移注意，掩盖真正的真相。还记得我们走的时候，顾雍的夫人嚷着说，顾雍是凶手。或许，他夫人知道些什么。此人疯疯癫癫的，恐怕很难问出些什么。大人，小姐，饭已经好了。走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那我不是还得给你温壶热酒？哎，你们先去，我换身衣服，随后就到。吃个饭还要换衣服，矫情。公子，真没想到，这上官小姐跟银雨楼少主打得竟如此火热。你觉得卓兰江对上官芷是出于真心？应该是吧，不然他堂堂一个少主，啊，整日出入我们县衙，又尽心尽力的帮咱们查案，说只是为了沾花惹草，那他付出的未免也太多了些吧？这卓兰江看似孟浪，但是号令银雨楼这么多年，绝不是行事轻率之辈。但他刚见面2次就来上门送礼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蹊跷。什么蹊跷？我要是能想到，那还叫蹊跷吗？哦，哎，公子，你怎么对上官小姐的事儿这么上心啊？难不成你真如灵儿所说那样？说什么？跟卓少主一样，也喜欢上官小姐？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县令，他是县衙里的人，凡是县衙的人，我都该关心。哦，也是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上官小姐跟卓少主走得很近。要是上官小姐答应他做了帮派夫人，那上官公子啊，肯定接受不了。帮派夫人？我们夫妻俩不过是干一点刀头舔血的小买卖，潘大人何必计较呢？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要是想在河阳混，那得问问咱们银雨楼答不答应。这潘大人可真大方，我刚为他花了1000两银子，就请我吃这些。
喂，你发什么呆？我想去一下那个济善堂会一会那个风夫人。见她做什么？我师父也是风正，我跟他相处多年，有应对的经验，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。这雇佣家呀，守卫十分之严格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今天是大闹了一番，是打了草又惊了蛇。想混进去，确实是不太容易。卓少主这么为难，也就是说，你有应对的办法喽？我从后院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了个后门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有办法让你混进去。然后声东击西，避开巡视的弟子，潜入内院。是不是？对。不是吧？你不是会轻功吗？干嘛钻狗洞啊？在聊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在说，我想去夜探济善堂，想去会一会那个风夫人。你去？我是女子嘛，说不定问那个夫人还方便一点。潘大人，你不会因为我带着你的手下自作主张而生气吧？他在县衙当差，又没卖身给我，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是他的自由。不过我劝你，上官芷的小命，你可得保护好了。我那位兄弟脾气可不太好。那是自然。你们也知道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左雇佣。必须得想个计划能拖住他才行。我去吧，毕竟作为4大宗族之首，我还是有办法拖住他的。好。可是我去了，谁带你进去啊？哎呀，对呀，怎么混进去啊？你们的计划，别算上我。调查济善堂的机会，潘大人不能袖手旁观放过吧？我把它交给你了，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没完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们俩的安全都交到你的手里了。说好一个时辰，绝不会短一刻。我约了小生，完事之后我们老地方见。走吧。默契十足啊。卓少主性格直率，古道热肠，就是雇佣这个事情，他也不顾身份的尴尬，倾力相助，实在是心怀大义。走了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养狗吗？为何现在如此惧怕？在河阳被狗咬过。那个大人，你轻功进去吧，我就这里进去，咱们里面会合啊。你还真是范蠡狗动玉文种，颇有先贤之风啊。那不是为了查案能屈能伸吗？看，殊途同归吧。你在这儿。在这儿，堂主，卓少主求见。不见，我推脱了，说您不在，可他赖着不走，说是有关系到4大宗族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找您商量。把你放这儿，放这儿。
把那东西给他收走。夫人，您快喝吧，这是最后一碗了。我不喝有毒，这是堂主吩咐的。你要是不喝的话，我会被埋进后花园的。喝吧。看来冯夫人的疯病是雇佣下药所致。走，我们进去。神志不清的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反应更真实。我们看看。他在捏什么呢？他在做饭呢。做饭？而且应该是给他很在乎的一个人做饭。你看他满足的表情。